还没回来吗？多多，你知道有时候看那个鱼这样游来游去，会觉得很解压。因为专注在这个事情上了。Hello，哟，乐晨， Hello，怎么就你回来啦？没有啊，在上面呢。你吃饭了吗？吃了一点，不想吃了？不饿啊？还好，不能吃了。所以说这2天不吃饭有瘦一点吗？你等会儿，让我看看。你手上什么东西啊？胶片机啊？又有个胶片机。呀，好low呀！我先给他放房间去。避开了。哎，应该聊一下是吧？我本来还是蛮希望他们两个可不可以把话稍微说开，或者是什么。这个是你买的还是你收到的？你猜？你收到的。我猜也是。我不告诉你。吃送的。好像很难猜一样啊，宇航老师啊。哎，做点什么吧。那个菠萝蜜也很好吃，哪有菠萝蜜？楼下楼下菠萝蜜还有枣子。你带的吗？对，那个荔枝这么大，你带的吗？这么大，巨大无比。我给你，我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什么东西？要不要去看一下？在哪里？在隔壁。应该有礼物要给他。嗨，尼克。他俩都吃过了，啊，在楼上吗？在楼上整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啥呀？搞这么神秘？买了个鱼缸给你，买了个鱼缸玩。哎呦，真的是鱼缸。因为他喜欢鱼是吗？你好，放那边的3楼就可以，谢谢。这就有劲儿，除了劲儿啥也没有了。挺好。但是你没有过滤系统啊。有，不会装。这个应该就是过滤的吧？你看看，这儿还有几个管。你为啥不想到买这个？因为我觉得，我感觉你是那种可以进鱼缸进1天的人。
我有那么老头吗？请问？我感觉你是那种看鱼缸能看半天的人。这个缸是不是得刷了？要刷了，咋刷呢？你要接着那个旁边刷，接着这儿刷，接着它那个玻璃壁刷。它一直记针。刷干净了。哦，干净了。你没发现这个鱼缸有点不一样吗？哪不一样？就是有点不一样。这个是放猫的是吗？啊，对，我寻思这个以后放家里有猫在里头也挺好玩的。哦，他知道他家有猫。对啊，那这猫还得卡身材。你家猫很胖吗？高血脂、高血压吗？最近突然变得很胖。应该能塞得进去吧？装上了，嗯，要插上试试吗？应该装好了。可以插上。OK， 可以录。好了，你救了这些鱼，救了7条小生命。咋样？你觉得这几天在小五待着？哦，终于聊上了，能聊上就好了。我感觉最近有点奇怪。嗯，我感觉相处没有刚开始咱在小岛的时候那么轻松愉快，但是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后知后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多虑，只是最近好像确实一下像卡机了一样，像断网了一样，然后再加上昨天，我感觉我们俩状态也不是很对劲儿。也不太轻松了，我就说实话，连欢快都谈不上，所以我觉得小屋的日子其实也在倒计时嘛。我这个人不太喜欢逃避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去解决问题，我也同样有能力和有足够的自信去承受答案最后带来的风险。他想要更确定的答案。对，是的。今天想聊一聊的点是在于，我在好奇你有没有想明白。哦，那有点招架不住哎。他比较难答。乐晨也是坐立难安。你看他有点拘谨了。嗯。因为上次不是找你遛狗嘛，因为我是听到你在鱼缸旁边说好像狗没遛，让我寻思你是不是想遛狗，我就跟焦哥说，我说这么多人我就不上去了，我怕他尴尬，我说你帮我跟乐晨说一下下去遛狗呗，我说我在生活区等他。猪猪说想跟你去遛个狗。谁？猪猪，看你想怎么了。其实我是想着说，如果你不想遛狗，其实也没关系。但是我在想着说，你知不知道我在，就是等你遛狗这个事情？等你。啊，知道。因为我寻思，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应该是会下来说一声，或者让焦哥转达一下。我有点累了，但因为我没有接收到信号嘛，所以我开始一直在楼下等着。
你没有行为和言语的反馈，所以让我会觉得为什么是这样？我天哪，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挺难受的，甚至让我觉得你在回避。哎呦，挺难受的这种。焦哥，说了，我真说了。我让他们下来。我觉得王德成应该也没那么怂吧，就是跟女孩之间聊天聊个1、2、3很难吗？哦，哎呦，哎呦，因为我其实最近也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知道，我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之后，我还是会习惯性的逃避，就确实是给到你一些不好的这个感觉，所以说，我也是想鼓起勇气，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摊开了说，我觉得这样肯定是最好的，因为逃避是没有办法永远逃避。是，我也不想表现的说好像我对大家都必须要均等，我觉得那个是最不真诚的一个做法。我觉得首先，我们一开始的相处和见面，包括心动，这肯定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并不是说我之前的行为和所有的想法它是假的，或者说它是一种错觉，它不是。我觉得它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一些变化，以及我们相处之后的一些变化。我和你之前相处，其实从一开始是以特别好朋友的形式我们在相处，我觉得那个情况下我们是完全没有压力的。但是我其实到后面，我会莫名的感觉到一股压力，就好像你在门口敲门，咚咚咚咚咚，让你有压力。对，明白。哎呦天哪！我就是因为站在我的视角上，我一直觉得就是可能你不喜欢的东西，比如是社交啊、解决问题啊、遇到矛盾啊、遇到冲击啊，可能都是你不擅长的。但因为我一直窃喜的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统治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在门口敲门，你对门外的世界你纠结的话，其实我想说的是，你完全不用害怕，就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我可以把后面那些给你添上，然后我在你身上，其实我也是需要学习那种稳固的感觉。给我带来的错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们俩是在有一个目标在往前走的，所以当时可能我的言语上就会比较直给。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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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上的直接是为了更好的沟通，在对方的眼里或者对方的感受里，可能会觉得是一种压力，或者是一种宣誓。我并不是说希望表达完之后是让对方有压力的，其实我只是想说，我能不能以我的方式去，就是让你感受到温度，但没想到烧着你了，没想到烧着你了。有点心疼。啊，其实是不太好的，这不是我们的诉求。So I'm a fire bottle of the best. Kiki Here's to overplay champagne. So good that it made 不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不太好，而是确实是，就是就可能有些人他就是很喜欢你的只给，就是外向的各种外显的表达，但是也许有些人他就是会，可能我不是那个有人必须要把我拉出来的那个人。哇，不是说你需要来叫我们一起去计划做这件事情，也不是说，我也不是说那个不让你出来，而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话，我们一定会碰到的。Told me the world was blind, but I see 可 everything. 能有些关系，它确实就只是适合我们做最好的玩伴。我昨天晚上在想，我觉得其实你像猫，但你也很像寄居蟹。寄居蟹就是那种，如果你突然很猛烈的靠近它，一只手伸过去，它会马上跑或者缩起来的人，缩起来的动物。但是如果你放一颗珍珠在寄居蟹的前面，然后你就只是等待，它可能会自己伸出爪子。
你挺贴心啊，摸完狗毛给我擦眼泪。不是舍不得你，我有点舍不得小屋。别，对不起，别哭了，对不起。没有。哎。没事，但也挺好的，最起码别让我老在这感受不明白，我也。我觉得就是挺可惜的吧，因为遇到一个兴趣爱好很相似。你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像那种秋天的大冰山，半天也不融化一下。啊，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没有可能来得及就准备开始适应或者是接受迎接一段鲜活的状态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很鲜活的人嘛，就是我觉得。你太鲜活，你比我鲜活多了，你才像个人。哎呦，我觉得我根本不像个人。我觉得，你能讲出来也挺好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能接受结果的人。但不妨碍我们做朋友。刚刚开始，我就说过他们两个不合适。
它所有其实你今天所看出来的，它每个步骤的问题，它是有一个核心逻辑在的。它的核心逻辑就是这两个人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从多多的视角来说，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乐晨说了我们当时很赞美他的一个话，他说：“如果你有不会的，你就告诉我，你可以求助我，我会告诉你1、2、3。”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的爱情观特别的健康，当时的乐晨其实是接受的，所以多多一直认为他这种给满的这种节奏是合适的。他可能一直就认为这样我没有给你造成不适，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视角来说，他这个行为并没有做错，只是需求点上发生了不一样而已。我觉得他通过聊天之后，他会发现他就是跟这个人不合适。我听下来，两个人最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在于，多多会理解为乐晨是需要他去带动的人，所以他要去敲门把乐晨叫出来。但其实乐晨还是很强调自我独立性的一个人，他其实想要的是我想清楚，想清楚之后我会自己出来，我不希望被催促，我也不适合一个会试图想要抓住我的人。在多多和这个乐晨的关系中是有这样的冲突的。对，我觉得他们俩都已经说出了最好的话，就是乐晨说的是你没问题，你敲门是没有问题的。多多也讲得很好，他说我不会就是改变我的做法，因为我是一个相对主观的人，因为现实中可能有很多人会想说，当时我要是没有去敲门就好了，当时我要是换一个做法，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结果会不同？我就会特别想和有这些想法的朋友说，我们没有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就是做自己，我们就要以自己最真实的样子被喜欢和被选择。我觉得刚刚在那个聊天里面，多多在我心目中他很加分。你知道，当我们面对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多多这么的有勇气，愿意主动的去找对方，然后把很多事情说出来？有矛盾我们就要去聊开，问一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以后不是朋友，或者我们以后可以不是恋人，但我不希望是一个省略号的方式结束。就我希望咱们就是说掉这件事情就翻篇了，就过去了。多多真的很勇敢。多多和王乐晨都没有对错，但是就是不匹配。sorry， 就是一块拼图拼不起来。他没有对错，只是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我们每个人啊，都是需要很多事情的发生，才能知道当下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和我最想渴望去拥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多多他的主导也会散发他的魅力。我觉得对于多多来说，属于他的夏天才刚刚开始吧。